1988年，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斥资1950万美元，在加州圣巴巴拉县买下了一片2700英亩的土地，他将其命名为梦幻庄园 （Neverland Ranch）， 一个只存在于童话《彼得·潘》中的名字，象征着永恒的童年与纯真。这不是一处房产，而是一个由纯粹善意与慷慨构筑的乌托邦。庄园里有私人游乐场、电影院、动物园、糖果店，所有的一切全部免费向全世界的儿童，特别是那些饱受疾病与贫困折磨的孩子们开放。杰克逊像一个真正的彼得·潘，试图用自己的财富与爱为孩子们打造一个远离成人世界肮脏与复杂的避难所。他或许是那个时代地球上最富有、最著名的好人。他的慷慨是传奇级别的。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他是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他对朋友、对家人，甚至对陌生人，都展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给予。他似乎相信，只要他付出的爱足够多，这个世界就能回报他同等的温柔。然而，悲剧的序幕恰恰由这座善意的城堡拉开。梦幻庄园成了人性贪婪的试炼场，无数所谓的朋友和远房亲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将他的慷慨视为取之不尽的提款机。更致命的是，那些曾在他庄园里免费吃喝玩乐、接受他馈赠的家庭，转过身就可能成为最恶毒的勒索者。1993年，一个牙医带着儿子，以猥亵儿童的罪名向他发起指控，索要巨额赔偿。尽管证据漏洞百出，但杰克逊的团队为了避免旷日持久的官司对其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选择了庭外和解。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一次破财消灾，但他们错了。这次妥协，这个不好意思撕破脸皮，选择用钱来息事宁人的决定，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向全世界的投机者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原来也是最软的柿子。他的善良没有牙齿，他的慷慨没有边界。于是，勒索、指控、污蔑如潮水般涌来，媒体将他描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怪物。公众对他的审判从未停止。他从一个全民爱戴的流行天王，一步步被推向世界公敌的深渊。他不断地给予，不断地满足，不断地妥协，却发现自己被整个世界所吞噬。他用一生去讨好世界，最终却被世界无情地抛弃。他的私人医生康拉德·莫里后来在纪录片中说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杰克逊唯一的问题是，当人们需要帮助时，他不知道如何说不。这位流行之王的陨落，不仅仅是一个巨星的个人悲剧，它更像一则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残酷预言，一刀刺破了那个我们从小被教导的信条：好人有好报。他用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当善良失去了边界，它就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慢性毒药。迈克尔·杰克逊的悲剧，根源不在于他的善良，而在于他善良的方式。他像一个国王，毫不设防地敞开了自己的城门，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领地，予取予求。最终，他的王国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被流放。这种悲剧性的质量，我们称之为边界感的沦丧。边界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听起来有些冰冷，但翻译成人味的话，它就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领地。它清晰地划定了哪里是我的，哪里是你的，什么是我可以给的，什么是我必须守的。我的时间、精力、情感和资源由我做主，而不是成为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广场。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就像一个没有皮肤的生物，极易受到外界的感染与侵害。他们误以为拒绝别人是自私的，满足别人是高尚的。他们用不好意思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用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种人，我们通常称之为老好人。然而，老好人的宿命往往最不好，他们燃烧自己，却未必能照亮别人，更多时候是引火烧身。他们以为自己的付出能换来尊重与感激，但人性中那名为得寸进尺的幽灵，却总在他们选择妥协的那一刻悄然降临。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写道：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失拒绝的能力。这句话是杰克逊的墓志铭，也是每一个老好人在深夜里无声的叹息。你或许会说，杰克逊是超级巨星，他的遭遇过于极端，但实际上，这种因不好意思而引发的微型悲剧，几乎每天都在我们普通人身上上演。他们不像杰克逊的悲剧那样轰轰烈烈，却同样在不动声色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与心灵。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叫他小陈。小陈是那种典型的公司暖男，谁有事找他帮忙，他都一口答应。同事计算机坏了，他帮着修；客户临时要加急方案，他熬夜做；甚至有女同事搬家，他都主动去当苦力。他的人生字典里，旁福从来没有不这个字。前年，他一位多年未联系的大学同学突然找上门，说自己创业缺钱，想借10万块周转，承诺半年就还。小陈当时刚结婚，手头的钱是准备用来还房贷的。他妻子提醒他，这个同学在大学时就不太靠谱，最好三思。但小陈拉不开这个面子，他想，毕竟是同窗4年的兄弟，人家开口了，自己要是不帮，以后还怎么见面？他甚至觉得拒绝别人比自己掏钱还难受，于是他瞒着妻子把准备还贷的钱借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半年过去了，同学那边音讯全无。小陈硬着头皮去问，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推脱，项目还在投钱，资金回笼慢，再等等。话语间甚至还带着一丝被催债的不悦。就这样拖了1年多，小陈家里因为孩子上学，开销剧增，实在撑不住了。他最后一次给同学打电话，语气近乎哀求。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冷冷地回了一句：为了这么点钱，至于吗？我还能赖你账不成？钱最后分期还了回来，但小陈也彻底被拉黑了。他想不通，自己当初一片好心，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朋友渡过难关，为什么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仇恨？他感到委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其实他唯一的错，就是第一次开口时没有说出那个不字。他的不好意思让对方产生了一个错觉，你的帮助是廉价的，是理所应当的。当他需要为这份理所应当的帮助付出归还的代价时，他感到的不是愧疚，而是被冒犯的愤怒。你的善良如果没有标价，那它在别人眼里就是免费的，而对于免费的东西，人们从来不会珍惜。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登门槛效应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又叫得寸进尺效应。意思是，当一个人接受了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要求后，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外界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极有可能会接受你提出的更大的要求。这效应听起来很学术，但它在生活中的剧本，你一定不陌生。比如，邻居第一次在你家门口临时堆放了一下杂物，你觉得都是街坊，不好意思拒绝。很快，你家门口就成了他的半个储藏室。
比如，同事第一次让你帮忙带一份午餐，你欣然同意。慢慢的，你成了他整个部门的外卖小哥，谁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你跑腿。再比如那个广为流传的停车位故事，吴女士好心将自己闲置的车位免费借给邻居大妈停了8年。8年后，当她自己需要用车位时，大妈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停了8年，这就是我家的。”这听起来荒谬吗？一点也不。在那个大妈的认知里，这8年的免费使用已经让这份好意变成了她的权利。当吴女士试图收回这份好意时，她不是在收回自己的东西，而是在剥夺大妈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人性中一个冰冷的真相，你的底线就是被人性的弱点寸寸蚕食掉的。你退的每一步都不是海阔天空，而是在为对方的得寸进尺铺路搭桥。作家三毛说过一句极其通透的话：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因为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根本预备了2种答案，所以你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你看，那个向你借钱的朋友，在开口时就想过你可能会拒绝；那个让你帮忙的同事，也知道你没有义务为他服务。你之所以感到为难，不是因为拒绝会伤害他们，而是因为你内心那个渴望被所有人喜欢的小孩在作祟。你害怕冲突，害怕让别人失望，害怕被贴上自私、冷漠的标签。你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之上，为此不惜一次次地牺牲自己的感受、时间和利益。但这种牺牲换来的往往不是尊重，而是轻视。因为一个连自己都不懂得尊重和保护的人，又如何能指望别人来尊重你呢？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会拒绝？如何为自己的善良装上牙齿，建立起健康的心理边界呢？这不是几个技巧或者话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关乎我们内心秩序的重建。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一个认知，一个健康的不，远比一个虚伪的事更值得尊敬。中国现代史上最有趣的灵魂之一，钱钟书先生，就为我们展示了拒绝的最高艺术。围城在海外出版后，一位英国女记者对他极为仰慕，想方设法要登门拜访。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无法拒绝的荣誉。但钱老却淡然地在电话里对他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很好，又何必一定要去见那只下蛋的鸡呢？一句幽默的比喻，既没有让对方难堪，又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界限。这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我的价值在于我的作品鸡蛋，而不是我这个人下蛋的鸡。我欢迎你品尝我的思想，但请原谅我，无法出卖我的私人生活。这种拒绝充满了智慧与气度。它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拒绝不是推开别人，而是守住自己。学会说不，并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人，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让我们把有限的精力、时间和爱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想象一下，你的生命能量就像一池有限的水，如果你对所有路过的人都有求必应，任由他们随意取用，那么你的池水很快就会干涸。而当你真正关爱的人，你的家人、挚友、爱人口渴时，你却无水可给，这才是最大的自私。一个懂得拒绝的人，是一个清醒的资源管理者，他会谨慎地评估每一个请求，然后决定是批准还是驳回。他的每一次是都因为深思熟虑而变得格外珍贵，他的每一次不都因为坚守原则而赢得真正的尊重。所以，从现在开始，请允许自己不好意思地去拒绝别人，
当朋友再次向你提出不合理的借钱要求时，坦诚地告诉他你的难处，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当同事又想让你帮他分担本职工作时，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你手头的要紧事，而不是默默接过来熬夜。当亲戚试图过度干涉你的个人生活时，微笑着感谢他们的关心，然后清晰地画出你的家庭边界。第一次说不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紧张、内疚，甚至恐惧，这很正常，就像第一次走进健身房，肌肉会感到酸痛一样。但当你说出口后，你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感和力量感，那种感觉叫做自我主权的回归。很喜欢一句话，你舍不得拒绝的样子，像极了在给别人的自私修建高速公路。别再当那个任劳任怨的筑路工了，你的人生不是一片任人践踏的工地，而应该是一座有城墙、有护城河、百花盛开的私家花园。学会居托，就是为你的花园立起篱笆，挂上私人领地、非请勿入的牌子。从此，你才能决定谁可以进来赏花，谁只能在墙外远观。这不是绝情，这是对自己生命最高的温柔与负责。